找工作也太难了，房租快要到期了，真烦。哼哼，那是什么？酒店前台没有休息，还必须干满1年。呵呵，这什么垃圾工作？工资5000嘛，这打电话问我。喂，你们这里工资是不是5000？要什么学历？哦，包不包吃饭啊？好，那我一会去面试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我是来面试的。小伙子，进来吧。你好，请问是在这儿面试吗？没错，小伙子，来，我跟你说一下这里的规矩。好的，大哥，您说。招聘广告你应该看到了，除了那个上面的要求之外，你要记住2点：第一，不要和别人说话；第二，上班的时间一定不要走出这间办公室，一定要记住，知道了没？知道，但是为什么不能和客人说话呢？那我怎么和顾客交流？你别管为什么，只要记住这2点就行。每天工作5个小时，工资每个月15号发。你如果愿意做，就在那个本子上把名字写上，然后每天按时上下班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？那可以玩手机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随便玩。这么爽，每天上班5小时，工资5000，还可以玩手机。干了。好，我干。什么时候上班？今天就可以啊，你在本子上签上名就可以了。哦。已经签好名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没有其他规定了，今天是你工作的第1天，好好干，记住我说的2点要求，千万不要违反。那个，我家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是钥匙，你每天来的时候记得开门，走的时候锁门，上班的时候门开着就行。这就上班了，这么简单，真的是奇奇怪怪。嘿嘿，挺无聊的，玩会手机。哇，道长更新了，么么么哒。靠，搞什么？怎么没信号了？拜托，这是酒店，可不是学校宿舍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没反应了？哎，看来这手机也要换了。换人了呀，名字也不一样了。什么意思？真是个奇怪的人。手机来信号了，嘿嘿，继续看道长的视频。哈哈哈，真好看，哈哈哈。快点登记，老子等着方天办事呢。不错，小伙子挺快吧？臭娘们儿，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走！我丢，城市里的女人都这么开放了吗？我擦，好过分！臭娘们儿，你快一点行不行啊？磨磨唧唧的，哼，让你给那小子抛媚眼！杀人了！我要报警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是没有信号？怎么办？对，我要出去报警，出去！开一个房间，快点，有急用。又换人了，也对，算时间，这个时候也应该换个人了。不错，刘远，这个名字有股很好闻的味道啊。把304房开给我吧，我以前一直住在这个房间。谢谢你呀，小伙子。
丫头，走了。不对，刚才这里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我要告诉他们这里不能。第一，不要和别人说话；第二，上班的时间一定不要走出这间办公室，一定要记住。我去门口看看，应该也不算离开办公室。现在手机没信号，求救电话都打不出去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刚才那个被杀死的女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那个红衣女人去哪了？地下的血也都没有了，真奇怪。人去哪了？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刚才被打死，流了一地的血，才几分钟，就算清理也来不及啊！难道撞鬼了？一定是我眼花了，又或者我做了个梦。一定是这样，不然怎么会看到凶杀案呢？我丢，手机还是没信号，一晚上都没信号。不行，这里太诡异了。凌晨4点一到，我就冲出这家酒店，这辈子都不要再回来了。去他妈的做满1年，等手机有信号，我就打电话过去把招聘人痛骂一顿。什么垃圾工作，差点把我吓死。来，身份证404房。哎，这个人身份证怎么不要了？我还是送过去吧。鬼，有鬼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在酒店前台吗？酒店啊，想起来了，靠，打电话问问他。喂，哪位？哪位？你说我是哪位？我是昨天面试的刘远。你们那是什么破地方？我不干了。小刘啊，你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其实我当时也和你一样，是被骗过去的。那你就能骗我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是什么酒店？分明就是鬼屋。昨晚我明明见到有个红衣女人头都被打掉了，几分钟之后却又消失了。还有一个背包客，身体居然能变成2个半人，在酒店的前厅走道上来回跳，这都是什么情况？小刘啊，你别问那么多，你只要记住，不要和任何人说话，不要离开前台，就绝对不会出事。而且这将是一份相当轻松的夜班工作，等你做满1年就可以招人替代你。切记，一定要做满1年。不，我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了。你们那就是个鬼酒店，我不做了。喂，王八蛋，居然挂我电话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Sorry。王八蛋！哎呀！真的气死我了！算了，先回家。这里好像是幸福大街后面的小路。居然是田娃，给我打电话干啥？喂，田娃，有什么事啊？喂，远哥，你在忙啥呢？新华书店楼下新开了一家网咖，配置很高，咱们一起去玩。行啊，我先吃点东西，一会小区楼下集合。嘿，远哥，我早上也没吃，要不你来我家小区楼下的包子铺吧，我请你吃包子，吃完咱们正好可以一起过去。哈哈，你这个吃货。行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靠，好饿呀，跑着过去吧。老板，来4屉小笼包，再加2碗豆腐脑，豆腐脑要咸味的，放一点点辣。好嘞，过一会马上。嘿，小哥，菜齐了哈，请慢用。
哈哈，吃饱了，真爽！田娃这家伙怎么还不来？再等2分钟，如果他还不来，我把他的那份也吃掉。嘿嘿，我真是个机灵鬼。远哥，远哥，我来了！来了，哈哈，坐，吃吧。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靠，你吃相真难看，跟他妈猪一样。哈哈，别开玩笑了，远哥，我最近挺烦的。怎么了？还不是我爷爷，哎，他是个老迷信，整天搞那些神神鬼鬼的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每天在家画符，贴得满屋子都是。现在隔壁邻居都知道了，每次经过我家门口都指指点点的，哎，真郁闷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田娃的爷爷是个风水先生？那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是不是也可以找他帮忙？那个田娃，我求你件事。哦，远哥，什么事啊？带我去找你爷爷呗。最近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啊？不是吧？爷爷，你在家吗？找你有点事。远哥，爷爷好像不在家，咱们等一会吧，他应该出去买菜去了。好的，你家还真的贴了好多符啊，看着好厉害啊。嗨，都是我爷爷弄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远哥，你随意，我去给你拿瓶饮料。我靠，着火了，好痛啊！我的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何方妖孽，竟敢闯我田家大宅，受死！不，快救我！妖孽，受死吧！别来！爷爷不要啊！田娃，怎么回事？远哥，远哥，你没事吧？快醒醒！田娃，我没事。这大爷是谁啊？怎么见我就打？哎，这是我爷爷，真是个误会。远哥，我先扶你起来。哎呀，爷爷，这是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打人家？什么好兄弟？这小子浑身都是鬼气，阳气也少得可怜。若不是妖孽，就是命不久矣。否则，我的护身符怎么会烧他？那田爷爷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我？我不想死。是啊，爷爷，远哥是我多年的好兄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哎，先说说看吧，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救你，出来说吧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，田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根据你说的现象来看，做满1年就会和之前面试你的中年男人一样，跟酒店脱离关系，所以安全方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但毕竟这个酒店是阴气极重的地方，就算仅仅做1年，也会折水阳寿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你签的应该是生死名，也就是阴阳契约的一种，只能做满1年再想办法了。我这里有一件法器送给你，可以避免阴气的侵蚀。田爷爷，这是什么？拿着吧，小子，这是阴阳珠，用僵尸眼珠子炼制的法器，你只要把它含在嘴里，就可以有效的阻隔阴气。至于你说的前台，应该是类似结界的存在，在结界内，鬼是伤害不了你的，但除了前台，你的阳气就会泄露，自然就会有鬼来吸食。当然，不说话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给你的这颗珠子里面还有僵尸的死气，你含在嘴里之后，死气就会覆盖阳气，也就可以走出前台。但你要注意，千万不能让鬼物碰到你的身体，否则怎么样？否则你就要魂归地府了。爷爷，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远哥直接离开鬼酒店吗？没有，小远，当你写下名字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无法离开，除非鬼酒店消失不见。而且每当晚上11点的时候，你都会自从出现在酒店前台。就算你死了，你的灵魂也会在酒店坐满1年，
才能转世投胎。啊，爷爷，真的吗？每天晚上11点，不管远哥在哪里，都会自动出现在酒店前台吗？怎么感觉有点玄幻啊？臭小子，我是你爷爷，我会骗你吗？更何况熊猫人不骗熊猫人。哎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怎么就猪油熏心签字？哎，小远啊，你也不用太过于害怕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虽然这很危险，但是对你来说，并非不是一件好事，而且也没必要害怕。鬼也是人变的，你要知道，你害怕的鬼，正是别人想见也见不到的亲人。好的，田爷爷，我知道了。不要想太多，我再给你一张符咒，如果真的遇到万分紧急的情况，丢出去即可。谢谢田爷爷。田娃，我到了，你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的，远哥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当心哦。回去吧，今天麻烦你了。看你说的，这叫什么话？我们可是好兄弟。这个东西真的有用吗？田娃爷爷居然让我把它含在嘴里，我的天啦！这颗珠子可是用僵尸的眼珠子炼成的，想想就有点犯恶心。哎，算了，不想那么多，先睡一觉。痛死我了！我靠，这就到了，就这。他们来了。刘远小朋友，晚上好啊！我靠，这个死老太太，吓死人！看看手机，哇，居然有信号，玩会手机，哈哈！道长的视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，真是一个本分博主，爱了爱了，我要给他3连。按照出场顺序，应该是纹身男和断头妹。小子，给老子换个房间，今天老子要住204房，快！你小子办事不错，不错，老子走了。走啊，臭娘们儿！我靠，这一定是个女色鬼。昨天她被一巴掌打死了，今天看看她会不会死。哎，包娘也不知道这种意思什么时候是个手啊！老朱啊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不对劲，这里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这1年我就真的要在这里每天看管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不想了，继续玩手机。幸好晚上还能看看道长的视频，不然我还真的无法度过这个无聊的夜晚。当一个熊猫人真的，也不晓得道长知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在默默的支持他。来了，应该是那个中年妇女带着拍皮球的小女孩。刘远，今天我们还是住304号房，如果有人要住我们的房间，不要答应哦。哼，丫头，我们走。哥哥，你能陪我玩会皮球吗？玩，就知道玩。沃尼玛，又开始了。还不老实的闭嘴，哭什么哭？快走！沃尼玛，终于走了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咦，那是什么？居然是一枚金戒指，这里怎么会有金戒指？难道是刚才那个女鬼掉的？先收起来。
这枚戒指上居然还写字柳如烟，难道那个中年女鬼的名字叫柳如烟？算了，等她明天来的时候再还给她。卧槽，一定是那个会分身的背包客。嗨，小刘，晚上好啊！404号房没有别人入住吧？那可是我的长期预定哦。哥要过去了，再见。呵呵，还挺客气。对了，阴阳珠，试试看。我给你的这颗珠子里面还有僵尸的死气，你含在嘴里之后，死气就会腐败阳气，也就可以走出前台。哦，出去看看，只要不说话，不碰到鬼，应该没问题。嘿嘿，这沙发看着不错，坐坐看。哎呦我操！刚才那座沙发怎么突然抖动了起来？还有那个刺耳的声音，太可怕了！难道那个沙发也是鬼？丫头，你闻闻，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？母亲，是生人的味道，这味道有点熟悉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刘远的味道，肯定是他过来了。妈呀，被发现了！不过刚才出去的时候，我含了阴阳珠啊，怎么还会出现问题？一定是那个沙发，肯定是沙发有问题。哎，我怎么这么欠啊？没事做什么沙发？我真是个傻逼。母亲，他从结界内出来，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呢？不知道，或许他身上有什么能够遮住阳气的东西，否则出了结界，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。哼，算他走运，这阴司椅是给死人做的，他居然也敢做。我尼玛，好险，好险，差点没了！幸亏我是一个运气好的熊猫人，今天给我3连的观众们都会收获这份好运，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鬼。对，看看手机几点了？哇哦，已经3点59分了，还有1分钟，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想待在这里。这就回来了。果然4点1到就会自动传送回来。卧槽！虽然这工作有点恐怖，但这种穿越很神奇啊！算了，才4点，再睡一会吧。果然还是家里的床睡得舒服。喂，谁呀？远哥，是我，田娃，你还活着吗？你大爷的，有事没事啊？昨晚忙一宿，没事我还要睡觉呢。我操，你大爷的！你田哥昨天一晚上没睡，都在给你查这个鬼酒店的事情。算了，某些人想睡觉，那就睡觉吧。田哥，小弟错了，我不睡了，你快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叫爸爸！我靠，老田，你别太过分，快说，中午请你吃鸭腿饭。哼，看在鸭腿饭的面子上，不跟你计较，记得加2个卤蛋。行，给你加3个卤蛋，快告诉我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根据我查到的资料，你工作的这家酒店应该是20年前的纽约大酒店，一共有6层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10年前发生了坍塌事故，导致很多人都因此丧命。至于你见到的那些鬼，应该都是那次事故中死去的人。酒店因为这次事故关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有人接手想推倒重建，但总是会遇到一些诡异的事情，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这里为了修建铁路，就直接被推平了。但是早些年，有很多人都说夜里能听到铁道上有人在叫，还会发出噼噼啪啪拍皮球的声音。对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拍皮球的小女孩。还有，我爷爷让我告诉你，冤有头债有主。远哥，只要你能解决掉这些鬼的问题，让他们安心的去投胎，你就能够离开酒店，重获自由了。哦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这有点困难啊。第一，
我不能离开前台，第二我也不能开口和他们说话，这怎么解决呀？查资料也不知道要查到猴年马月。哎呀，远哥，你傻啊！你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你可以写字啊，你可以在纸上问他们。不过你要委婉一点，因为鬼的怨气很重，你不能直接刻意的问他们这个问题，否则可能会激怒他们。一旦他们发疯，你就危险了。妈了个巴子，又要问他们，又不能直接问他们，这也太麻烦了。对了，田娃，我昨天夜里在前台捡了个金戒指，应该是女鬼的，还刻着字，看起来挺新的。啊，不是吧，远哥，作死的，鬼的东西你也敢收？肯定是他故意这样做的。那女鬼今晚肯定要去找你了。完了完了，你死定了！咋呼什么呀？又不是你死，怕什么？你快想想办法，怎么解决这个金戒指的问题吧。远哥，你别挂，我让我爷爷跟你说。喂，小刘啊，听田娃说，你捡了女鬼的戒指吗？是的，田爷爷。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想一下，有了小刘，但这个田爷爷问你个问题，你还是不是童男子？是啊，田爷爷，这和金戒指有什么关系啊？小远，你应该庆幸你还是童男子，否则这个坎你是过不去了。既然你还没有破财，那么用妖魔在身上，女鬼自然就不敢靠近你了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田爷爷，田爷爷，奇怪。怎么没信号了？怎么回事？手机有电了，怎么突然挂断了？难道欠费了？算了，再眯一会，中午找田娃吃饭去。既然你拿了我的戒指，呵呵，那你就去死吧。难道我要死了吗？就这样被一个女鬼掐死了？谁来救救我？我已经无法呼吸了。既然你还没有破财，那么用妖魔在身上，女鬼自然就不敢靠近你了。好痛！你该死的！你居然硬要教我，去死吧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敢过来，我就拿掉滋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你们男人都该死，没一个好东西，该死，都该死。他说男人都该死，难道？呵呵，既然这么说，那你老公是不是也该死？没错，他该死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该死的人，他是个负心汉，负心汉。卧槽，好冷！你知道吗？我老公大我10岁，我不介意他是二婚，却没有想到他对我的温柔体贴都是假的。我死得好冤呐，好恨呐，恨不得生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他毁了我的人生，更是让我们母女2人丢了性命。你说他该不该死？卧槽，你老公确实该死，但是我不该死啊！我是无辜的，你他妈缠着我干嘛？那我带你去找到你老公，让你亲手报仇，你能放过我吗？你要帮我？你确定吗？我不想死，也不想你缠着我。好，刘远，这是你自己答应我的。在你帮我找到我老公之前，我不会杀你，否则，呵呵，我让你死得比我更惨。看来事情有了商量的余地了。我叫你柳大姐吧。那个拍皮球的小孩就是你的女儿吧？你来这里，她去哪了？她还在酒店。之所以我能出来，是因为你把我的戒指带出来了，否则我也出不来。你别想着丢掉戒指，因为没用，你已经确定答应我了。契约已成，除非你想死，否则你会死得比我更惨。卧槽，我真欠，拿戒指干嘛？哈哈，柳大姐放心好了，我刘某人做事向来说一不二，既然答应你的，就自然会帮你完成心愿，放心好了。如此甚好。你找到他之后，拿出戒指对我说话，我自然会听到。好的，柳大姐，我知道了。
卧槽，怎么呢？喂，远哥，怎么了？要请我吃鸭腿饭了吗？卧槽，田娃，我遇到柳如烟了。遇到谁了？柳如烟啊，就是那个戒指里面的女鬼。原来她一直待在戒指里。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她也回来了。刚才差点掐死我。啊，不是吧？那你没死，可真命大。哎，本来我差点就死了，幸亏我撒了一泡尿，浇在她身上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然后她让我帮她找到她老公，让她报仇，不然还要掐死我。我操，这么劲爆吗？远哥，你是不是被吓尿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会被一个女鬼吓尿？哎，老田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帮我查一下，这个柳如烟的老公是谁？我现在一想到这件事，就无比头大。好的，远哥，我现在就帮你查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爷爷当时不是给了你一张图吗？你今天差点都被掐死了，难道没有用吗？卧槽，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我当时太紧张了，忘了。那我现在回去把符贴在戒指上可以吗？你答应女鬼帮她找人了吗？答应了呀，不然我根本脱不了身。哎，远哥，如果你没用答应还好，但是现在你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哪怕现在贴上符咒，甚至消灭女鬼也没办法。事到如今，你必须要完成她的心愿，否则轻则厄运缠身，重则一命呜呼。因为人鬼本殊途，但是一旦达成共识，就自动形成阴阳契约，任何一方都无法更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女鬼见我答应帮她之后就会放过我。好，田娃，我知道了。你尽快帮我查一下柳如烟丈夫的信息，晚点你直接来我家找我。好的，远哥，我挂了，你自己当心。算了，先去吃点东西。老板，来碗鸭腿饭，加一个卤蛋。快点啊，老板，肚子好饿。好嘞，马上好，这就给您端过来，请慢用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老板，我没事，就是不小心摔倒了。没有哪里受伤吧？要不带你去看一下医生？不用了，老板，我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行，有啥不舒服就跟我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眼花了吗？饭里面怎么会有女鬼？算了，不吃了。也不知道田娃找到女鬼丈夫的信息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哎，我真的太悲剧了。喂，你好，您在我行的存款有被盗刷的风险，请您及时更改密码。你骗小孩呢？我都下载国家反诈 APP 了，傻逼，滚！喂，我都说了，我下载了，你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呀？烦不烦？喂，远哥，什么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乱七八糟的。是田娃哦，没事，刚才接了个诈骗电话，那个是查到了吗？对，查到了一些信息。你现在在家吗？我去你家跟你细说。好的，我马上到家，你过来吧。田娃怎么还不过来？远哥，你在家吗？田娃，快进来。远哥，信息查到了。好，那边有椅子，我们坐着说。远哥，你看看这份报纸。这是柳如烟的死因。是啊，柳如烟的丈夫名叫方国成，方国成原是一名地产商人，同样娶了柳氏地产的大小姐柳如烟。夫妻二人为人正直，又仗义疏财，甚至创办了方柳基金会。方家企业在幸福镇的口碑非常好，生意也越做越大，还经常上电视，老百姓们都非常信任他们。那为什么方国成要杀死柳如烟呢？哎，这件事情还要从柳如烟怀孕说起，也就是柳如烟怀孕了，在家待产，也就不再过问公司的事情。
方国成虽然善于经营，但是对缴纳赋税这块一点也不懂。于是便重金招募了一名国外留学回来的女财务。这位女财务可了不起，刚来公司第2天就把公司这几个月的财务问题给解决了，能力很强。于是方国成便直接升她做了秘书。哦，那是方国成和秘书一起合计杀死柳如烟的吗？哎，远哥，你别打岔，听我慢慢说。女秘书见到方国成长得高大帅气，又重情重义，不禁心生爱慕，有事没事就在公司加班。方国成每天都在公司工作到很晚，眼看女秘书每天在加班，心里也很开心。他知道女秘书住得比较远，于是就经常送她回家。方国成还是很正派的，他不觉得送女同事回家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女秘书却多了个心眼。他看方国成年少有为又多才多金，心中不禁顿生爱慕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向方国成表达了自己的心意，但是不想却被方国成当场拒绝。他也知道方国成深爱着柳如烟，根本不可能拆散他们，于是心生一计。在一次方国成陪客户喝酒的时候，他偷偷的用方国成的手机给柳如烟发了条信息，说明天休假，带柳如烟出去散散心，地点就定在纽约大酒店。柳如烟一看是丈夫发来的消息，没有疑惑，第2天一早就去了酒店。可是等到晚上也没有等到丈夫过来，她给丈夫打电话也无法接通，因为酒店早就被安装了信号屏蔽。柳如烟怀着身孕，行动非常不便，便在酒店内安心等待丈夫到来。可是她并没有等到丈夫起来，等来的却是一场坍塌事故。事故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的女秘书。他暗地里买通了酒店的工作人员，带人借口来检查消防设备，不料却在酒店周围倒满了汽油。那个时候又是夏天，房子的材料远没有现在这么结实，所以一阵大火一下，房屋也坍塌了，其中很多人都被烧死了，就算没烧死，也被坍塌砸死了。方国成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回到家之后找不到妻女，还以为他们回娘家了，于是打电话过去问，一连几天也没有找到他们，心急一下便慌忙报警。警察查了几个月时间，才最终水落石出。女秘书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方国成闻讯魂不守舍，当时就晕倒了。后来他也没有心思再经营地产公司了，便把所有的产业都捐了出去。自己便在当年老婆出事都酒店旁开了一家小餐馆，肚子残生，很多人都尝试着给他说媒，但是都被他拒绝了。哎，真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啊！居然是这样，那你查到方国成现在在哪里吗？嘿，远哥，他就在幸福镇上，那家如烟快餐店就是他开的啊，就是我们经常去吃鸭腿饭那家吗？是啊，远哥，就是他们家。哎，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远哥，你自己跟女鬼说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有事咱们再电话联系。好兄弟，谢谢你，注意安全哦。客气啥，远哥，我走了，你自己跟女鬼玩吧，哈哈。嗨，这个家现在事情已经有眉目了，进去告诉柳如烟，早日放我自由。那个柳大姐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有一些关于你丈夫的信息。刘远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你那么怕我？怎么可能？我刘某人不，刚才是没站好。刘姐，你看看这份当年的报纸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刘姐，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，那你可真的错怪方大哥了。我不信，你带我去找他，现在就去。我去，我这就带你去找他。柳大姐，我这就带你去找方大哥，你金戒指吧。哼，快带我过去！妈的，吓死我！哎，这跟鬼打交道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大家快给我来点3连，人多力量大，这样我就不怕了。刘远，我忽然又不太想去了，带我回去吧。什么意思？女鬼不想见丈夫吗？刘姐姐，你不想知道真相了吗？我觉得还是当面问一下方大哥比较好，而且我们也快到了，就在前面路口不远处。
刘姐姐，我们到了。你看，就是这家如烟快餐。我看方大哥还是很思念你的，连店铺用的都是你的名字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。小远，你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先不要叫他，让我先看看。刘姐姐，我们就一直坐在这里等着吗？你给我闭嘴，别说话。女鬼可真难伺候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妈咪。嘿，小哥，你来了，怎么也不吭一声？要吃啥？哥给你弄。啊，哈哈，老板，我就是来看看，你忙你的。好，要吃什么就点，别客气。中午跌倒了，没啥事吧？谢谢老板关心，没事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去忙了。小哥，你这枚戒指看起来挺别致啊，能让我看看不？行啊，没问题。这是小哥，这枚戒指你从哪得到的？我该怎么说呢？直接告诉他女鬼让我来找他。这是我在铁道旁捡到的。怎么，老板，你认识这枚戒指吗？是啊，这枚戒指是当年我送给我爱人的订婚戒指。你看，这次还是我亲自刻的。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能见到它。老板，那既然这是你的戒指，我就还给你吧。那怎么行？要不我给你钱，你说你要多少钱？哈哈，方大哥，我不要钱。其实吧，是有人让我来找你的。找我？谁的？每一点一滴带走，是我亲爱的梦，是在那天空上最美丽的云朵，在那彩虹最温柔的风。20多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当年是我的错，没有照顾好你。国成，我一切都明白了，不是你的错。我对不起你啊，这么多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。国成，其实我也很思念你。你还记得我们未出世的孩子吗？孩子，他在哪？跟你在一起吗？对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进来了？国成，我已经死了，这是我的魂魄。不，我不信。国成，我已经死了，这是真的，是我让刘远带我来见你的。如今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我怨气已消，将不久于世间，这将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。再见了，国成，我的爱人，下辈子我还愿意做你的妻子。我很珍惜，尽所有力气，小心的爱你，唯恐弄丢你，一切来不及。刘远，谢谢你让我见到了如烟，这枚戒指就送给你吧。不，方大哥，这不行啊，我只是物归原主，还是你留着做纪念吧。哎，收着吧，我留的也只是图证上杆而已，拿着吧。谢谢你，小刘，以后你来我这吃饭都一律免费啊。那多不好意思。那个方大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不耽误你做生意了。哎，这小子人真不错。刘姐姐，怎么了？刘远，谢谢你帮我完成心愿，如今我心愿已泯，怨气已消，你我的契约也已经完成。恭喜你，你的小命保住了。算算日子，我最多还能在阳间待上1年。明年的7月15，我便会前往阴司报道。这1年时间，我会保你安全的。我靠，这是奖励吗？不过有了女鬼的保护之后，刚好酒店的要求是做满1年，太好了！哇，谢谢柳大姐。那我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酒店的其他地方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酒店里面只能算实力最弱的，你要是敢肆意妄为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些老鬼我也打不过，我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而已。哦，好吧，是我肤浅了。臭小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我告诉你，这家酒店并不简单，以后你会慢慢知道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
鬼也要休息的。卧槽，这都快晚上8点了，赶紧回去眯一会，一会要上班了。卧槽，刚才飞到床上那一招有点帅啊，不如这一招就叫做飞龙在天吧。但是飞龙在天这个名字有点傻逼啊，我想想，可以叫野狗爬爬，感觉更傻。我靠，9点了，还有2个小时就要上班了，今天一整天都没睡，完了完了。我靠，到9点了。现在我感觉鬼也没那么可怕嘛，这份工作也还可以，只要不跟他们说话，就没什么大不了。更何况我还有田爷爷送的阴阳珠和金光符，哼，哪个傻鬼要是不长眼，我就直接贴符，然后一顿童子尿叼过去，最后潇洒的拍拍手，哈哈，真帅。嘘，别说话，还是这里舒服，可以吸收阴气。刘远，我要去找你们了，记住，遇到危险可以对着戒指说话，我会第一时间过来的。卧槽，居然会飞，这也太牛逼了吧！不过她是女鬼，女鬼会飞也挺合理的。算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还是先坐下来眯一会吧。昨天没睡好困啊，直接睡觉应该也没事的吧？在这里也能睡着，那是什么？柳如烟的戒指怎么会在那里？难道……睡得还真香。吵什么吵？我在睡觉呢。刘远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话。这可是你自己。说柳如烟的戒指怎么在这里？难怪今天没见到这个女人，你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？不说实话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柳如烟，救我！呵呵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老妖婆住手！柳如烟，你也敢对我出手？呵呵，不自量力！柳如烟为何拦我？哼，老妖婆，我劝你最好还是别打他的主意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呵呵，后悔？我从来就……柳如烟，你的怨气呢？你怎么一身怨气都没有了？哼，我的怨气有没有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总之你别碰他。哼，老娘不仅要碰他，还要把你给吞了。没有怨气的魂魄，好久没尝过了。丫头，快走！哼，柳如烟，连我一击你都挡不住，我看你怎么了。哈哈，小鬼，早就防着你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外面3个鬼打起来了，算了，还是不要凑热闹，赶紧看起来。怎么办？要不要帮柳如烟？毕竟和他相处的也不错，看起来他也不像是个坏人。卧槽，球都飞过来，看来他们是不死不休啊！我到底要不要去帮忙？要是柳如烟不是对手怎么办？老鬼会不会来杀我？我今天和他说话，都怪我，为什么要上班的时候睡觉呢？肯定是白嫖的人太多了，但是屏都不给3连，让我太困了。算了，大不了一死，豁出去。没事没事，差点忘了，出去要含着阴阳珠，否则一靠近就会被发现。还有符咒，就靠你了。老妖婆，杀我可以，但是请放过我的孩子。哼，柳如烟，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吃掉。
老鬼呢？就这么没了？卧槽，牛逼！这个符真厉害。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是啊，刘远，谢谢了。刘远，我带女儿去调养一下，再见。耶！刚才给老鬼贴符的动作也太帅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，那老鬼吸阴气的表情也太可怕了。呵呵，不过就算这么厉害的角色，在本大侠手中也只能被抹。看来鬼也就不过如此了。卧槽，怎么回事？戒指刚才闪了一下，难道柳如烟出事了？你在说什么鸟语？鬼都听不懂。算了，还是听我说吧。刚才那老妖婆太厉害，灵儿的阴气被她吸走了太多，恐怕坚持不住了。灵儿还没出生就已经死了，所以她没有阳极，也不能投胎。本来我也能带着她在这里活着，但是那老妖婆却吸走了她的阴气，如今恐怕要烟消云散了。当她的身体变成透明之后，不是吧？难道说鬼也会死吗？刘远，你一定认识大法师，刚才那张符肯定就是他给你的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救救我的孩子，我真的不想看着他就这样死去。这女鬼到底是你保护我，还是我保护你？真的是，其实我倒也挺想帮她的，毕竟这能积阴德。但是田老头那么凶会同意吗？要是直接给他一剑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这老头脑子有点不好，毕竟上次差点连我都砍。对了，找田娃，让田娃再跟田老头说。刘远，求求你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就算是鬼，也情义深重。刘远，谢谢你，我感谢你一辈子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奇怪。我明白了，他肯定以为我说他带着女儿进戒指，然后再让我拿着戒指走。算了，不想那么多，明天早上就打电话给田娃。对了，戒指要收起来，否则被其他鬼看到，又要多生事端。好无聊啊，又好困，在前台来回走走，应该也没事吧？这些鬼他们是怎么进酒店的呢？偷偷看看去。卧槽，怎么还有出场音乐？这是要把我送走？太吓人了！这个纹身男不简单啊！我猜他生前肯定是个黑社会。卧槽，刘远，你刚才是在发抖，老子有那么可怕吗？来，身份证。鬼的身份证上写的啥？我看看。小兔崽子，你瞅啥？快拿来！再磨叽，老子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！老子过去了，包娘还没来，一会儿他来了，让他直接去204号房找我。沃尼玛，这个鬼太猖狂了！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干掉。明天找田老头再要几张符，到时候贴死你这个鬼东西，看你还敢不敢威胁威胁。之前那个跟他一起的红衣女鬼去哪了？今天怎么没有一起来？我猜肯定和其他男鬼在一起。哼，让你吓唬我，诅咒你头顶变黑。嘿嘿嘿。快点，迟了老马肯定要打我。应该没事吧？要不我去跟老马说说。难道鬼也偷情？卧槽，刺激！看看去。你这包里面装的啥呀？怎么这么重？好，都是好东西，快走吧。什么东西啊？搞得这么神秘，居然也不来找我登记，难道是什么主意？咱们把它放在沙发下面，下次再拿。你先上去。什么？沙发下面？难道是他们刚才一起搬的那包东西吗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
卧槽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我还准备去沙发下面看看，要不要眯一会？算了，睡不着，给田娃打个电话。卧槽，谁呀？3更半夜不睡觉，打电话弄啥？老田，是我。4点了，我刚从酒店出来，睡不着，有点害怕。哦，远哥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那你到家了吗？到家了。卧槽，老刘，你都到家了，你害怕个锤子啊？对哦，我都到家了，我怕什么？不是，是这次我又带了个鬼出来，这次是个小鬼。啊，不是吧？你干个前台撞鬼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带鬼回家？远哥牛逼啊！你没死，命可真大。嗨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我要带他回来，是他要死了。柳如烟你知道吧？这个小鬼是柳如烟的女儿，在酒店里面被老鬼吸了阴气，柳如烟说她快死了，颜色都变透明了。哎呀，远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带鬼就带鬼，还带个死鬼，你的阳气本来就弱，现在接二连三的跟鬼搞在一起，说不准哪天你就没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其实是柳如烟求我救她女儿，也就是小鬼，都给我下跪了，但是我不会啊。于是我告诉她，我有个兄弟是天师后代，一身法力惊天地泣鬼神，人长得帅不说，品德还高尚，向来以惩奸除恶，帮助弱小为己任，是这个世界上1等1的奇男子。哦，远哥，没想到你这么了解我。那当然，不过，算了，我还是告诉柳如烟，我这个兄弟只会吹牛皮，是个假冒的吧。别啊，远哥，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这样吧，天亮之后你来我家看我做法，就算我搞不定，我也让我爷爷救他。毕竟作为一名大侠，要时刻保持着一颗侠义之心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天气不错。怎么了，柳大姐？我正准备刷牙呢。刘远，灵儿已经快不行了，现在魂魄都不稳定了，随时可能烟消云散，咱们快点过去吧。行，刘姐姐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我的天哪，刘远，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？柳大姐，我们经过垃圾站了，所以臭，等会就到了。田娃，我来了，快开门！来了！卧槽，什么鬼？狗屎成精了！孽畜，赶紧滚，否则小爷给你一剑！田娃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刘远。放屁！你分明就是狗屎精，浑身都是狗屎的味！哎呀，田娃，真的是我早上跑过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你难道忘了凌晨咱们打电话，是你让我天亮后过来的？我的天了，远哥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弄成这样？一言难尽，爷爷在家吗？我把鬼带来了。我早上跟爷爷说过这件事了，他去老屋拿东西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远哥，你先进来洗个澡吧，不然我爷爷回来肯定以为是狗屎精来了。嘿嘿，真的很臭吗？卧槽，老刘，你居然拿狗屎在我身上擦，你太恶心了。嘿嘿，好兄弟有难同当。我靠，你别过来。田娃，你给我出来！家里这是什么味道？你都20多了，怎么还晚死？爷爷，先别问这个了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你们2个臭小子，一天不让人生气。小刘，把戒指拿出来。好的，田爷爷，就是这个戒指。这么小，2个鬼都藏在戒指里面吗？是的，我亲眼看到他们飞进去的。刘姐姐，出来吧。怎么没反应？刘姐姐，出来吧。找到大法师了，让我来吧。天清地灵，鹰飞印爪，江主令行，左摄右记，不得忘肩，回向正道，内外肃清，
各安方位，背手弹平，太上有目，手补邪经。刺。求大法师救我女儿一命！求大法师救我女儿一命！我给您磕头了。真是造孽啊！你别哭了，掀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实话吧，你女儿本就没有阳魂，阴魂如今也残缺不堪，恐怕就说老夫出手，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救她。还望大法师慈悲为怀，若法师能救回女儿，小女子愿终身侍奉。说的什么话？老夫是那种人吗？我尽力吧。起，不灵境是。谢大法师救命之恩。此术只能保在7749天，但我已经为他补全了阳魂，入了阳脊。这段时间，你要找到合适的孕妇，让她投胎即可。切记不能误了时辰，切记。田爷爷啊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大法师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好，果然老了，连施展一个简单的补魂术都快耗尽法力了。田王，扶我起来。没事了，小鬼现在还很虚弱，你还是在戒指里为他调养吧。好的，大法师。啊，爷爷，田爷爷。爷爷，你别吓我，你怎么了？远哥，我们快把爷爷扶到床上。田娃，别担心，爷爷一定没事的。爷爷，爷爷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哭个屁呀！老子又不是死了，我他妈只是贫血，好吧？哭个毛啊！吵死我了！哈哈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现在要出去打牌了。记得中午把饭做好，小刘一会儿也留下来吃个饭，顺便帮田娃打扫一下卫生。家里被你们搞的全是狗屎味，哎，臭死我了！远哥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肚子还没叫，所以不饿。那你肚子什么时候叫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现在没叫，可能饿了就叫吧。哦，那既然你不饿，我就先吃了。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一起吃吧。田娃，爷爷还没吃呢，给他留一点吧。哈，远哥，别担心，打牌的地方会管饭的。我觉得爷爷让你留下来，肯定是有事跟你说。应该是这样。对了，田娃。上次我来你家看到窗户上贴了好多符，那些符呢？怎么这次来都没见到？那些符啊，爷爷说过期了，就把它们扔了。对了，爷爷给了我一些新的符，你帮我一起贴上吧，我都快忘了。田娃爷爷出品的符肯定都很牛逼，一会找田娃要一下，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害怕酒店里的鬼。嘿嘿，妙 OK， 没问题，别走那么快，等我一起啊。老田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在对一下瞳孔的焦距而已。好了，远哥，这张符你贴窗户上就行，我去贴大门。远哥，你看我这张符贴的正不正？咦，远哥，你怎么不贴？田娃，我不想贴，我想留着对付酒店里面的鬼。你能把这张符送给我吗？可是远哥，爷爷说这是镇宅符，不知道能不能对付鬼。镇宅符？不会吧？不管了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既然远哥你要的话，那你就拿着吧。好。对了，田娃，关于酒店的事情，你除了查到柳如烟之外，还有其他消息吗？哎，看我这记性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有，都查到了，我保存在手机里。来，远哥，你看。当年因为酒店事故死去的人，除了柳如烟之外，还有一位老婆婆、一对情侣以及一名大学生。老婆婆是被烧死的，那对情侣男的好像是当地的小混混，喜欢赌钱，借了很多高利贷，他是被坍塌砸死的。那名大学生更惨，本来他是可以逃生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跑出来之后又跑回去了，好像是拿什么贵重物品吧，然后就没逃出来了，被坍塌的房子直接劈成2半，真的很可惜。
难怪纹身男这么嚣张，原来是个小混混，还喜欢赌钱，一定是个赌鬼。贤娃，快开门！哦，是爷爷回来了。爷爷赢钱了吗？赢什么钱？差点裤衩子都输没了。他奶奶的！张老头绝对出老千了。宝子，怎么每次都赢钱呢？真见鬼！田爷爷。小远，怎么了？那个啥？那个啥？跟我还支支吾吾啥啊？是这样的，上次你给我的符没了，你这还有吗？啥？没了？怎么就没了？当时有一个老鬼，然后我就把符贴了上去，好家伙，瞬间就把老妖婆给秒了，太厉害了！所以我想再要2张，这样就可以把酒店的鬼全部消灭掉，我就可以离开酒店了。傻小子，金光咒岂是说有就有啊？上次给你的那张符可是我用心头血绘制的，杀伤力极强，一旦击除，就连鬼王级别的烟雾也会吃不消。你居然用它只消灭了一只老妖婆，哎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！难怪符咒那么牛逼，直接就能把老妖婆给秒了。现在看来不好办了呀。田爷爷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昨天酒店里面的赌鬼还在威胁我，说要把我眼珠子给抠出来，我有点害怕。赌鬼威胁你什么？慢，赌鬼？你确定是赌鬼？对啊，是田娃查到的，说这个赌鬼还欠了好多高利贷。是啊，爷爷，当年的幸福日报上都说了，我都查了好几遍，这家伙叫朱大长，是一个小混混，眼高手低，没个正经工作，平时就和其他混混们一起赌钱，后来借了高利贷，被人追债，躲进了酒店，没想到就再也没出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赌鬼，呵呵，这样啊。那小远，你等下，我进屋给你拿个东西，你晚上去酒店的时候带上，把它放在前台上。到时候赌鬼肯定会来找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田爷爷。你等我一会儿。田娃，你说爷爷是不是又要给我什么牛逼的法宝啊？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我和看视频的观众们一样很好奇，不过应该是好东西吧，不然剧情怎么开展呢？我觉得也是。爷爷，这个是什么？呵呵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我记了一丝神魂在这个骰子上，晚上你带着这个骰子一起去前台，到时候按我教你的做就行。好的，田爷爷。这颗骰子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牛逼的法宝。田老头不会再忽悠我，赌鬼晚上要真的来找我怎么办？嘿嘿，幸亏我聪明，留了一张符。不过田娃说他是镇宅符，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哎，要是还有一张金光符就好了。还是睡觉。为什么我每次到酒店都是倒在地上？不行，今天我要摆一个帅气的姿势。10点58分，还差2分钟就要传送到酒店了。先摆个帅气的姿势。什么姿势看起来比较符合我的气质？站着还是坐着？还是飞起来？有了，我直接跳跃，这样落在酒店会不会也是跳跃的状态？然后在空中完成一个后空翻。卧槽，那真的是太帅了！这个位置应该不错。嘿，哈，等会就直接跳跃。来了！卧槽，太丢人了！幸亏没人看到。朱大长，看远哥今天怎么收拾你！田老头给的这个骰子到底有啥用啊？难道赌鬼掐我的时候，我拿着骰子砸过去？可要是砸不准怎么办？赌鬼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直接把我给灭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想个办法。我靠，来了！臭小子，你昨天看到包娘了没？她昨天怎么没去房间找我？女鬼没去找你，我他妈怎么知道？说不准跟哪个男鬼去鬼混了。傻逼，哈哈哈！小兔崽子，你在笑什么？老子很好笑吗？再他妈笑一次，老子现在就把你眼珠子抠出来。
这难道是骰子？哈哈，还真的是骰子，好宝贝呀！老子已经20年没见过这东西了。你小子不错，还知道孝敬老子。来，滚出来，陪老子玩2把。怎么，让你过来陪老子玩，你不乐意？什么东西？到底玩不玩？小兔崽子，要是你陪我2把，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大秘密？什么大秘密？难道是有关于这家酒店的吗？玩不玩啊？给句痛快话。不玩。嘿嘿嘿，刘远，你是在对我说话吗？哈哈，赶紧给我过来，否则我就吸干你的阳气，让你变成鬼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过来。老子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玩不玩？他妈的，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非要让我动粗。小远跟他赌。怎么是田老头的声音？难道我出现幻觉？小远，别怕，我是你田爷爷。还记得我告诉你，我记了一时神魂在骰子上吗？这是我的灵石，我现在就在骰子上。虽然没有任何攻击性，但是看这个赌鬼也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搞定他应该没问题。一会儿你就按我说的做。原来是这样，呵呵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怕了。行啊，玩就玩，但是玩之前我要说一下规矩。看看什么规矩？你快说。好，第一，不管我是输还是赢，你不能杀我。第二，如果你连输3局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第三，如果你连输10局，那么你以后就要听我的，并且签下阴阳契约，不能反驳我的任何要求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赌？哼，赌就赌，老子难道还会输给你这个小崽子不成？咱们就玩最简单的，比大小。好了，小远，你们开始吧。这个烂赌鬼，放心，你赢定了。好，现在就开始，你先来。小，哎呀，怎么是6点？居然比我大，才2点，真是背啊！你来。什么？居然是4点，又比我大。哼，还要玩吗？你已经连输2场了。才2场而已，还早呢。我就不信你还能赢我。来，继续。什么？居然才1点？哼，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出老千了？你别血口喷人，这么多观众在这里看着呢，我怎么出老千？而且骰子也是你自己丢的，你告诉我怎么出老千？技不如人就要污蔑我吗？你最好别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到你了。看，还是比你大2点，你已经输了3局了。再来，我不信。哼，你已经连输10局，接下来你就要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呵呵，承诺？傻小子，鬼话你也信？只要我现在杀了你，谁也不知道我输了。哼，小兔崽子，受死吧！小远，快醒醒！哎，这臭小子怎么直接下瘾了？没办法，只能用这一招了。去死吧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和你玩骰子的人啊，呵呵，输了想不认账吗？装神弄鬼！哼，想跑，拘灵。服不服？别烧我，我服。哼，恶性难改，留你不得。大法师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法师饶命，饶了大肠吧，我愿意替他一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吗？大
大法师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住口！哼，朱大长，我本想将你打得魂飞魄散，但是你爱人却为你苦苦求情，甚至愿意一命换一命。哎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也不是赶尽杀绝之人。现在只要你答应我3件事，我便放你们自由，甚至可以为你们超度，同意否？同意，我同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第一件事，把你的事原原本本的说出来。哎，好吧，我叫朱大长，是朱家村朱老三的儿子。因为母亲去世的早，所以父亲就特别溺爱我，于是从小就贪玩，一来二去，就和社会上的混混们玩熟了。有空没空就喊我上网唱歌，然后又开始带我玩牌。起初玩的比较小，后来玩的越来越大，输赢也从几十块到了几千几万。为此，我还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高利贷。本来以为可以翻本，却没想到连房子都输了。后来为了躲避追债，我就来到了这家酒店。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大法师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害你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个朱大长可真的是好赌头绪。哼，第2件事，今日老夫要抽了你的赌金。来，放松。好了，朱大长，起来吧。我的头好痛。大法师，大长没事吧？没事。赌金已抽，人性归来。朱大长，虽然你还是魂体，但现在却和刚才截然不同了。如今你2人可还有未了的心愿，说来听听。如果力所能及，老夫一并替你们做了。大法师，事到如今，我才幡然醒悟。我想跟我爸说声对不起，也让他失望了。不知道他还在不在？还有包娘，这么多年，让你受苦了。大长，你终于醒悟了。朱老三，哎，原来你是朱老三的儿子。是的，大法师，我爸爸还在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10几年前，听很多人都说，你爹当年找不到你，又被那群高利贷的人逼债毒打，最终走投无路，悬梁了。我的爹哦。哎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进来吧，明日天亮，老夫将为你们2人超度，送你们投胎。谢大法师。这不是刘远吗？他怎么会倒在地下？难道走路摔倒了？哈哈哈，那也太笨了。不对，这家伙阳气弱的可怜，难道我要去看看？卧槽，不会死吧？这是什么？麻将头子，奇怪。怎么会有朱大长和包小姐的气息？奇怪，为什么今天没见到朱大长和包小姐？往常他们都比我来得早，而且就连老妖婆和柳如烟都不见，真奇怪。难道说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还有酒店里的其他鬼为什么都不见了？因为我们都……有些事情没有经过允许，不能说出来的，否则就是泄露天机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完成心愿，解脱自己，让刘远帮忙即可。他要醒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柳如烟的意思是，刘远可以帮我完成心愿，能让我投胎，他有这么大的本事。不行，不能出去，没含阴阳珠。可是阴阳珠在前台抽屉，怎么办？还是继续装死吧。这是什么操作？算了，我还是现身吧，不然这家伙一直装死也没办法。卧槽，这个鬼怎么回事？在前台待着干什么？怎么还不走？他是不是要杀我？卧槽，还没走，这是对我下跪了。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快走，快走！小远，你别怕，这个鬼不会害你。
柳如烟的声音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法师你好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你先起来再说吧，你这样我有点害，有点不习惯。如果法师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。卧槽，这不是电视剧里面的狗血剧情吗？我现在就不说话，默默地盯着你，看你是不是就真的不起来。这个鬼还挺有原则呀，真的不起来。柳大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小远呐，这个大学生是一个好鬼，经常帮助其他鬼。以前老妖婆欺负我的时候，还帮过我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帮帮他吧。好鬼，鬼也有好坏之分吗？哎，自从在这里上班，每天都要遇到这些事，如果不是运气好，早就死了800了。我实在不想节外生枝，要是再遇到生命危险怎么办？小远，你就帮帮他吧。而且你看，酒店里面的鬼都已经快清理差不多了，如今只剩下这名大学生。如果能完成这名大学生的心愿，没准就能离开酒店，重获自由了。哦，是啊，最近这些天总是担惊受怕，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撞鬼的日子。既然刘姐姐为你求情，那么你起来吧，顺便说说你的事情吧。谢谢法师，我叫苏坤，家在幸福镇隔壁的苏家镇。家中除了父母之外，还有2个姐姐，自己是最小的。2个姐姐和自己的成绩都非常好，但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家庭条件都比较差，哪怕父母们每天都辛苦工作，但是也只能让姐弟3人中1个人继续上学。父母为此愁白了头，思来想去，姐姐们都主张让我上学，而他们却选择出去打工赚钱补贴家用。我也很争气，高中3年奋发图强，每天只睡6个小时，其他时间全部都用来学习。仅高一1年就把高中3年的课本全部自学完成，后来更是以全市第1名的成绩被全国排名第1的幸福大学录取，而且免除了所有的学费。当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哭了，这是幸福的泪水，因为我知道姐姐也可以上学了。于是自己把录取通知书厚厚的包裹了很多层，贴身背在身上，当天就急着赶车回家。但是因为出学校的时候太晚了，第2天才能等到汽车，于是就在火车站旁租了一家酒店。本来并不准备住这家酒店的，但是附近其他酒店都住满了人，只有这一家，想来也是天意。晚上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冲出了酒店，但是想起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还在酒店，便立刻跑回去拿到通知书之后就护在怀里，但是却没想到这次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。那苏坤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告诉爸爸妈妈和姐姐，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，成功考上大学了，还是全市第1的成绩。苏坤没有给爸妈丢脸，也没有给姐姐们丢脸。如今已经过去20年了，不知道他们可好。如果法师能够将我的通知书交给他们看一眼，苏坤死而无憾。好，苏坤是个好男儿，下辈子再好好孝敬二老和姐姐们吧。法师，我的通知书就在外面的书包里，我这就去拿给你。人生在世，除了父母亲情，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好好孝敬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真的为我们付出太多。对了，刘姐姐，完成了苏坤的心愿之后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开酒店了？应该是这样，老妖婆已经被你杀死，我和灵儿的怨气也都消散了。朱大肠和包小姐也在骰子里被净化，如今苏坤也快完成心愿了。你没有发现整个酒店的阴气都少了很多吗？我想你应该能重获自由了，恭喜你啊！嘿嘿，这么说的话，那明天我就可以不用担心再碰到鬼了。嘿嘿，好耶！法师，这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希望你能把它亲手交给我的爸爸妈妈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交给他们的。谢谢法师，谢谢法师，谢谢法师。果然人分善恶，鬼也分好坏，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好了，刘远，我走了，你真的很棒，加油哦！都走了吗？嘿嘿，难道我真的很棒？看视频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棒不棒？3点59分了，还有1分钟下班，哈哈，爽！明天再也不用来这里上班了。来了。
终于把这些破事都解决了。这该死的穿蓝色背心的小老头，非要让自己签名。如果不是运气好，还有田老头给自己的符咒，自己早就被捕了。不过现在终于都解决了，哈哈。喂，田娃，怎么了？喂，远哥，爷爷让你早上起床之后到我家来一趟，记得把昨天晚上给你的麻将骰子带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等会就过去。看来不能睡懒觉了，起床。靠！谁这么没有素质？大马路上拉粑粑，难道是看视频输给3连的人？应该不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群篮球机。怎么会有狗叫？爷爷，你看这个叫道长的视频也太好看了，哈哈。田娃在家吗？我来了。远哥来了，爷爷，我去开门。田爷爷好，麻将骰子带来了。进来吧。田爷爷，给。田娃，把门关起来。我现在要给麻将骰子里的鬼魂超度。好的，爷爷。田爷爷是在家里超度吗？我看电视上都要布置法坛什么的，你不用吗？哈，电视上臭小子，待会儿看好了。起，我靠，牛逼！孤魂等咒，九泉七祖，四生六道，轮回生死，出得地狱，10万攻击天界，六口难停，大宝生咒誓，集结如律令，赐。哈哈，大功告成。对了，小远，你那个金戒指里面的鬼呢？让我一起给他超度掉啊！田爷爷在这里呢。好。小远请慢。见过大法师，小远，我现在还不想超度，毕竟灵儿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孕妇，我想先让她投胎。另外，我之前也答应了做你1年的鬼狐，还没到期限，我担心。刘姐姐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田爷爷有没有什么办法呀？之所以老夫想给你超度，主要是因为戒指上侧碰到污秽之物，你们母女在里面恐难以持久，所以才想着帮你们超度。不过你既然和小远有契约，那就算了吧。但戒指里是不能待了，我给你1张符吧。你和小鬼待在府里，切记不能碰水。但我想到有什么办法之后，再来安排你们。如此，谢谢大法师了，法师大恩，无以为报。嗨，别扯犊子了，赶紧带着小鬼搬家吧。谢谢大法师。天啦，田爷爷真帅。对了，还有苏坤的事。那个田爷爷，我想让田娃陪我去一趟苏家镇，完成那个酒店里面被砸死的大学生心愿。你看，苏家镇也不是很远，行吧？现在天色还早，你们早去早回吧。晚上10点之前一定要回来。我隐隐感觉，感觉什么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我多虑了。你们去吧，昨晚没睡好，我睡一会儿。老田，走呗。好的，远哥，我们骑摩托车去吧。正好我最近考了驾驶证，带你兜风。我靠，厉害呀！你行不行？哈哈，一会你就知道了。哈哈，好快，好爽！远哥，我帅不帅？你慢点，卧槽，风太大，慢点。我已经很慢了。对了，远哥，你开下导航看看我们快到了没？好，这个大桥过去，往右转，我们就到了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找谁呀你们？大爷，请问您是苏坤的父亲吗？
是啊，我是苏坤的父亲，但是我儿子20年前就死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大爷您好，我是送快递的，有人委托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你，你收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老头子眼睛看不清楚。这是幸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你儿子挺厉害呀，居然考了第1名。什么第1名？你是说苏坤当年考上大学了？是啊，这录取通知书在这，假不了的。老人家，你坐着吧，东西送到了，我还要回去送其他快递呢。我多想再见你，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。路灯下昏黄的情侣，越走越漫长的距离。我多想再见你，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。远哥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事，风吹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远哥，现在回家的话也到中午了，要不要在外面吃饭？可以啊，我请你，咱们直接去如烟餐馆，他家味道不错。远哥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去上个 WC。好，你快点。这个家伙还真是懒驴上床屎尿丢。方大哥，给我来2份鸭腿饭。好嘞，你先进去坐下，马上给你弄。哈哈，不急不急。晚上10点之前一定要回来，我一应感觉。感觉什么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我多虑了。你们去吧。田爷爷早上说的那些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要去酒店？酒店里面已经没有鬼了。远哥，你在想什么啊？这么入神。田娃，你说我今天晚上还会传送到酒店吗？虽然酒店已经没有鬼了，但我还是有点害怕。这你让我怎么回答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远哥，之前酒店里面有鬼你都不怕，现在没鬼了，你怕个啥？对啊，有鬼我都不怕，没鬼我怕什么？老田，你最近智商有点高啊，是不是吃了什么能变聪明的药？爸爸的智商一直都很高，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不信你问问看视频的观众朋友们。是吗？卧槽，你后面有个美女。可恶，你这个大骗子！真是一个美妙的下午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午睡了。还是玩会手机吧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也太好笑了。这都10点50了，这就晚上了，怎么一觉睡了10个小时？靠，我还没吃晚饭。算了，起来随便找点东西吃吧。吃饱了，爽啊！再睡一觉吧，明天找田娃借摩托车装逼去，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美女看我。卧槽！酒店不是已经没有鬼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沙发看着不错，坐坐看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沙发有问题。也不知道镇宅府有没有人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来了。这沙发绝对有鬼魂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沃尼玛，这里居然有一口棺材。卧槽！这里为什么会有僵尸？天啦，这怎么办？对，躲起来！不好，过来了，一起！我来对付他。照顾好你。怎么办？我就要死吗？大哥，求求你别杀我！不要！小远，你没事吧？田爷爷，这是僵尸，柳如烟死了。孽畜，受死！是。不好，僵尸已经成精了。最后一张金光符了，看你了。抱元手艺引剑合一，往复循环，生生不息。天地二元，念从看虚看上，唯独解释。是。万法引为诀。爷爷，远哥，你们在哪？